我点上提卡之后，我真的是整个人更像当地人了。我只要换上他们当地人的服饰，我就把这个脱掉，我就像是个当地人，超级好笑。How heavy? Yeah, it's really heavy because we're at Is playing. there bowl? No. 我们真的是挺屌的，是个很美的地方哎。对呀。Not exactly. Not exactly. 很美，我更像尼泊尔人喽，完蛋喽！我其实自己知道，每当我被说像尼泊尔人的时候，我内在是很开心的。我觉得那种开心很像是，可能我某一个体内的细胞，可能真的有尼泊尔的血统吧。我很喜欢这个瑜伽中心，这比我想象中好很多，因为毕竟加德满都市区真的有很多不同性质跟不同的人经营，它都会有自己自带不同的氛围跟创造环境的能量感也很不同。然后我还蛮喜欢这里的，包括他们的房子都是用竹子去建构起来的，然后阳光洒下来的时候都会穿透那个竹子，然后进到教室，超级无敌美。And Ruth. Ruth, yeah. Ruth, okay. What Okay, about how Ruth. can we call you? Vijay. VJ. Oh, even have small houses here. 19 years ago, we became a monk. He's a monk before. When I was 19, I was a monk. 老师他也花了蛮长一大的篇幅去跟我们分享，他之所以今天会成为一个瑜伽士，他的心路历程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过程很有趣，因为毕竟时间很长，我们有很多时间可以去深入的聊聊自己的感受。这个深入感是很难能可贵的，去好好的让这个学生知道今天教你的人是谁，他经历了什么，他的内在核心信念是什么，他的信仰是什么，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学习这些内在的旅程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学表面的知识，瑜伽体式，哲学，更多的事情是这个老师的生活方式，这才是他能够给你的。也就是说，今天老师就有分享到一个东西，在他从小到大成长过程当中，看过很多很虔诚的宗教信仰的人，不管是印度教、佛教、道教等等的，甚至是牧师，他们其实都从小可能读经文长大，然后很唱诵，跟他们做了很多仪式，可是他们不见得可以在生活中活出那个样子。这对他来讲，就是在走入内在探索过程当中，觉得最困惑的事情。所以他后来成为了僧侣，然后大量的去阅读有关于生命的意义的书，然后想要去明白到底这些东西的本质是什么。因为他看见了冲突嘛，而他心中知道说，他不想要成为那样子冲突的状态，所以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他直到30岁以前都一直在学习，在学习，到30岁之后，他才开始有了自己的瑜伽中心，然后把自己的知识跟智慧传递给很多人。这是我很喜欢的尼泊尔。Protein, then we cannot deny all the things. This much you can do. Yeah. 会呛到，我就觉得我的五孔的水都通了，眼睛、鼻子、耳朵，跟我的鼻窦。它通到脑，我整个脑都醒了。
Like how many liters that we have to do? The whole water with the right nostril and another again the left. Oh, that is for one side. Yes. Oh, Now, up to now, not prepared totally. yeah. What is your expectation? What you'll do after what is your expectation after this training? What you will learn? I'll tell you what you are learning, but what is your normal expectation? Or you will be more flexible, or you will be more knowledgeable about the yoga postures, yoga asana.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e goal, that feeling more peaceful. Peace. Peaceful in yoga, not only yoga, in life also it is important. How we can feel relaxed, no anxious, no anxiety, just relaxed way, learning the things, this is also can be the focus, so 今天其实做了一个很可爱的泛奏的唱诵的开场，然后他们发了一本书给我们，这个就这样吃完晚餐就是我们的休息时间了。सह वीर्यं करवावहै तेजस्विनावधीतमस्तु मा विद्विषावहै ॐ शान्ति शान्ति शान्तिः सहनो भुनक्तु sometime 然后其实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是，我今天其中一个环节就是我们就大家一起冥想嘛，然后我在冥想的时候很有趣哦，我就是今年初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声音，甚至是我很印象深刻。我在上海从台湾飞上海的飞机上，我在跟我妈聊天，然后就跟我妈说：“妈，你知道吗？我最近有一个突然很强烈的一个梦想跟目标是，我要在尼泊尔开珍珠奶茶店。”那我就在跟我妈讲这件事情，然后我妈就看着我说：“一定得要是珍珠奶茶吗？”然后我就在今天冥想的时候，那个画面就被建构出来了。好，反正我就先在这里录给大家听，然后看这件事情会怎么发生，好不好？我原本的想象呢，当然就是一个小小的珍珠奶茶店。可是随着来到这里，然后看了那么多店家，然后去跟自己的能量场做交流之后，我就发现高丽也下载很多不同的画面感跟讯息给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是，我要做的是一个复合式的空间，而那个复合式的空间是包含。它会是一整栋楼或者是平面的空间，然后很像三合院，中间是露天的，然后左边会是报道的地方，然后中间会是一个共享空间，加上有点像是茶店，然后可以卖珍珠奶茶，可以卖豆花，然后重点是上面会放很多台湾当地的一些特色小吃跟特色零食，然后会在那边贩售，所以只要来尼泊尔的台湾人想念台湾的饼干，比如满天星啊，然后什么薯哥哥啊，然后什么样的那个都可以在这里买到。然后呢，右边呢就是很大间的瑜伽教室，跟可以上各种灵性课程的空间，然后中间就是一个共享空间。你们可以想象，就是很像巴厘岛的那个 Yoga Center， 然后会把它打造得非常漂亮，非常像花园一样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复合式空间除了第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在这里工作，可以共享，同时可以体验台湾的特色美食珍珠奶茶，然后重点是报到柜台也会卖很多有关于身心灵的产品。我甚至连那个资讯量细节到，它会成为只要你想要在这里获得所有的灵性工具，我会跟当地的老师合作，也会跟在那里游牧的老师们合作开课程。所以这就是他那个时候高龄给我的画面，所以我就觉得说 Oh my God， 这就是我想要的，这跟第一个版本珍珠奶茶
店的那个版本完全就是大概升级到，它是珍珠奶茶店版本的超级升级版，而且很完整。然后那时候高龄给我的讯息是，一定要跟当地的人合作，然后这件事情可以在3年内发生。然后他们也提醒我说，不能急，不能急，不能急。也就是说，他知道我个性就是这样，他知道我想做的事情，我就会想要让它发生。可是有些时候太心急，就会让原本我要做的事情脚步就会有点乱掉。所以也是提醒我说，我知道你很想要在1-2年内完成这件事情，但你一定要把它放成3年到5年的计划，因为你接下来还有很多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去一步一步完成，但最终你一定会走到那个地方。没错。所以我觉得好像今天就是因为有太多东西下载跟太多东西进来，所以其实今天就有一种很静静的，很想要安静一个人的那种感觉。如果瑜伽是一种生活，那么这场修炼，我发现早就已经不在点子上了。以前的我总以为要把身体折成某一种角度，那个才叫做瑜伽。但在这里，当我拎着刚洗好还带着水汽的衣服，一件一件铺在阳光下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一个安静的流动。就在晾衣服的时候，那个风吹过我的身体，感受到太阳在后颈的热。就在那一刻，我知道我没有在想下一个行程，也没有在想刚才的体位法，我就只是一个很单纯的在晾衣服，我很单纯的在跟这个地心引力、阳光对话相处，这种很全然的我就在场的感觉，我想就是我来尼泊尔后学到的第一种瑜伽。后来这份练习走进了寺庙，在一场每天都会举办的祈福活动里面，我被一群完全不认识的人拉进了舞池。那里没有镜子，也没有人去纠正你的舞姿正不正确，我们只是随着鼓声摆动，而那种能量的共振非常的强大。我知道在那一刻，我不再是那个身心灵老师，也不是那个来学习的学生，只是一个很纯粹的灵魂，正在跟另外一个灵魂交换快乐。当我们一起跳舞，一起大笑，我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合一感。如果瑜伽的本意是结合，那么在这种不分你我的舞步里面，会不会我们早就抵达了这个瑜伽的终点呢？在尼泊尔好像什么都是瑜伽，食物是瑜伽，生活是瑜伽。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吃下在这一片山谷生长的谷物跟蔬菜，在每一口的咀嚼都是在跟大地的养分进行一场交换。生活的态度更是瑜伽。我看着这里的人，他们在面对混乱时的那种从容，在面对匮乏时的那种慷慨。他们可能没听过什么深奥的灵性术语，但他们活出来的状态就是最饱满的瑜伽。在这几天，我能够慢慢的明白到，瑜伽它其实并不是一种技能，而是一种生活的视角。当我们不再把生活切割成此刻是我的练习时间，此刻是我的休息时间，我就发现原来每一个当下的呼吸，每一顿饭，每一次跟陌生人的擦肩而过，就是在修炼。而这场地球游戏玩到最后，我发现我们追求的也不再是更高难度的动作，而是那一颗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安然处之的心。